Hello，大家好，我是 Ken，欢迎收看《钢字在纽约》。我今天要讲的一个是蛮有趣的定理，它的名字叫做伯金森定理 （Parkinson's Law）。哎，不要误会，这个其实呢跟伯金斯症是不一样的东西。伯金斯症 （Parkinson's disease） 呢，它是在说一种影响中枢神经退化的疾病，这个是另外一个东西，跟这个我今天要讲的 Parkinson's Law 不一样。Parkinson's Law 呢是在形容一个呢，所有的事情呢总是要到最后的关头之前才会做完的一种心态和一种行为模式。那这种行为模式是什么样的模式呢？打个比方，大家都当过学生嘛，那学生都有很多作业，甚至报告需要做。那老师在教学生做某一个报告或者做个研究的时候，通常呢可能是在一个月前，甚至好几个礼拜前，就跟学生讲说，在下个月的几月几号呢，大家必须把这个作业交上。那很多学生呢会在作业快要到期的时候呢，才突然紧张起来，才开始做这个作业。那甚至呢，很多人包括我之内呢，可能直到最后要交功课的前一个晚上呢，才开始把所有的报告打完，然后隔天呢，终于把报告准时交上。这样子的情况呢，其实就基本上就是伯金森定律的一种。类似的情况呢，在工作场合呢，也常常会出现。比如说呢，上司跟我说，这个礼拜五呢，我要你把这个报告交给我。那现在才礼拜一，那我理论上还有3天甚至4天来做这个报告。但是呢，因为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那我在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呢，我就没有办法去专心的去做这个报告。然后呢，有意无意之间呢，就一直拖到了礼拜四才真正的开始做这个报告，甚至呢，在很多情况下呢，我可能礼拜四一直到下班之前呢，才能把这个报告做好，所以礼拜五早上交给我的上司。那有些人甚至更夸张，甚至呢，上班时间做不完，要把上班的工作呢带到家里去做，当天晚上才把事情做完，隔天才在规定的时间内交给上司。伯金森呢是一个英国的作家，也是社会学家和管理学家。他在写了一本书呢，特别提到了这个 Parkinson's Law。那他是说，The work expands so as to fill the time available for its completion。那中文的翻译是说，在工作能够完成的时间内，工作量会一直增加，增加直到所有的时间都被填满了为止。那他讲的这个定律呢，他又形容到了在一些所谓的大公司或是大机构里面，会常常在不好的情况下导致了官僚的发生，也就是官僚主义 （bureaucracy）。那在足够大的官僚机构呢，在没有更多的产出的时候呢，也就是说有更没有效，不会有更高的效率之下呢，将会不断的生产出足够的内部工作，用来保持机构中大家的忙碌，来证明机构本身的存在合理性。那重点呢，就是在于工作量。什么叫做工作量？这个就因人而异啦，这个是个很微妙的形容词啊。那在他的解释之中呢，工作量会不断的产生。那打个比方，我们大家上班，比如说明明呢，我走到某个人前面，或者走到某几个人前面呢，可能好好的沟通3分钟就可以沟通完成了。我开始送 email 啊，送给第一个人，送给第二个人，或甚至一次送给好几个人讨论一件事情。而他们同时间呢，又回信，又回了很多人，给了很多人，又牵扯了其他人进来，所以明明呢可能不用5分钟，那当面可以解决的事情呢，大家却开始不断写了很多 email 呢，结果呢这件事情搞了1个钟头甚至2个钟头才做决定，甚至其实都还没有决定，然后呢又要开会。大家开会约个时间坐下来好好开会，开会的时候再来讲一些其实呢可能可以很简单就解决的事情。那这个就是一种浪费时间，可是呢，其实呢，大家又需要继续做事情，又好像大家很忙的一种状态。这样子讲起来，你有没有觉得好像似曾相识？然后好像其实你自己有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在公司里面？好，我举例说明哦，我就用我自己好了。比如说呢，我是一个上班族，
那我每天呢的工作量大概在6个小时。那但是呢，工作开始慢慢的增加，增加到变成说呢，我可能照正常的工作方式呢，我开始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出现了3种选项。第一个选项就是说呢，我要更有效率，然后或是花更多的时间呢，去把所有的事情做完。可是这个选项呢，我很累，而且呢，并不代表说呢，我一定会得到更多的报偿。所以呢，这个选项对我来说，其实也不是非常的好。那第二个选项呢，就是说呢，公司再请一个人跟我差不多的，可是呢，公司突然又请另外一个人跟我是差不多职位的话，对我来说不是非常有利。要是呢之后公司的工作量减少，或是呢公司有一些其他的想法，那不是对我来说，我的职位就变成很微妙，对不对？那第三个选择就是说，我请另外2个人帮我做事，这样的话呢，我们就3个人加起来就有足够的时间去把这件事情完成了。不对啊，可是虽然我多请了2个人，那我相较之下我升职了，但是3个人去做本来我需要多2个小时做的事情，是不是又好像有点太过分了？好吧，那只好这样子哦。我请的人呢，不要太厉害，我请的小喽啰必须比我差。也就是说呢，我8个小时可以做完的事情呢，我必须确认是这2个人加起来12个小时才能达到。那问题又来了，那他们2个把我的事情做完了，那我要做什么？那我现在是他们的上司，也就是管理者喽。那为了要让这个事情大家都看起来很忙，或是大家真的很忙，那我就说好吧，来开会好了，每天我们来开会。所以呢，开会2个小时，好了，那我把他们2个2个小时都浪费掉了，他们从6个小时变成一天只剩4个小时，8个小时的工作量，然后呢，加上我剩下6个小时工作量，加起来刚好把我本来大概8个小时能做的事情呢，把它做完。所以呢，第三个选择呢，对我来说呢，可能是一个最有利的选择。那这样子的选择之下呢，是不是就慢慢造成一些越来越庞大的组织机关，也就是最后的官僚主义造成的？你就看到了，那如果我请的2个小喽啰，后来呢用同样的方式再继续扩张下去的话，我最后变一个整个部门的部长，然后呢，我的小喽啰下面有更多的小喽啰，然后他们也请了比他更烂的小喽啰，然后他们也是持续用我的方式开更多的会。然后呢，做更多的研究，做更多的废话，把时间都浪费掉。结果呢，本来其实我一个人8个钟头了不起9个钟头、10个钟头可以做完的所有事情呢，搞到变成说一大堆人在做，而且呢，大家都没有打混，大家都很忙。这样讲有懂吗？好了，我这个形容其实非常的夸张了。那事实上呢，其实呢，大部分的公司并不会这么过分啊，但是呢，多多少少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的。那你是不是觉得你好像其实也有碰到过？你现在处的环境有没有沉溺在这个伯金森定律里面呢？如何把伯金森定律用在好的方向？就是呢，当你知道了一个事情该做的期限的时候呢，你在心里把这期限往前提。比如说呢，这个是2个礼拜之后必须要达成的事情，你就把它当做1个礼拜之内就要达成的事情。所以呢，你在做了这个心理的暗示呢，你会想办法在1个礼拜就把这个事情做完。你提前做完的话，你就有更多的时间再重新去检讨，重新再检视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得到更好的结果。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伯先生定律的看法如何？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留言跟我讨论一下，或者跟别人讨论一下。下次在办公室遇到了一些其他的同事、上司，甚至自己在做事情的时候呢，想想看，说自己是不是不小心误入这个伯金森定律的歧途里面。谢谢大家的收看。那如果你对我有什么意见的话，请留言给我哦。谢谢，拜拜。